福宝正式展出后，名场面层出不穷。果然，外面再好也不如家里轻松自在。只见福猪猪挥舞着熊爪朝大树走去，还熊熊祟祟躲在后面看镜头。不得不说，福师傅这一幕真的偷感很重。原以为小家伙在勘察敌情呢，事实却是福宝想要征服四川老家的树。宝贝挑选好一会都没找到合适的，伤心欲绝的他本想扶着树休息一下，还一不小心摔倒给树下跪。这下福猪猪才是彻底崩溃了，内心 OS 我可真是倒霉到家了。或许是因为在内设隔离的时间太长，福宝简直就是动若疯兔。上一秒还因为丢熊脸 emo， 下一秒就穿过水池飞奔到粉丝面前，像是警告对方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哦。一向胆子大的勇敢小福可不服输，再次去尝试刚刚战胜不了的大树，可树枝压根承受不住200多斤的体重。正当姨姨们的心提到嗓子眼时，这小妞居然调皮的拍打一下梧桐叶子。这小家伙还化身社交达人，交上隔壁的邻居草禾和这个新朋友，即便俩熊隔着一堵墙，也不阻碍他们透过缝隙交流感情。两个小家伙还默契地站起来，很难不怀疑福宝和草禾和想要越狱见面。谁能想到这只是福宝展出的第3天呢？不仅适应能力这么强，还能轻轻松松整出800个名场面。还记得宝贝第1天出外场时，就因为对着木桩做标记被送上热搜。要知道福宝有除草达人之称，他在留学期间凭一己之力，把老妈的鸟语花香的院子整成黄土高坡，如今又肆无忌惮地拔新家的草坪。而福宝对家乡的竹子也情有独钟。正当宝贝准备大快朵颐时，却听见一声异响。本以为这小家伙会吓得躲起来，哪曾想身为搞笑熊的他突然卧倒，像狙击手般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。要说福宝的性格之所以会这么开朗，徐奶爸绝对是功不可没。小家伙还在内设不能出门玩耍的时候，是他整天陪孩子唠嗑消解无聊，还投喂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，甚至化身按摩师傅给宝贝闺女服务。等到福猪猪出外场后，更是宠溺，拿个零食也要去小窗口争取对方同意。看到小家伙满意的点头后，这才将笋笋窝窝头摆放在外场加餐。细心的奶爸还特意将食物放在竹叶上面，看来他是用心了解过福宝的，知道对方有爱干净、自尊心强的小习惯。相信福宝有徐奶爸的暖心陪伴，回国展出后的日子一定一天比一天幸福。林岩和雷达奶爸的相爱相杀有多好笑？父子俩抢着曝光对方黑料。你俩谁高？那我肯定比他高嘛。那林岩他会能比我高？那小短腿。谁能想到胖岩维持这么久的霸总形象，竟因为奶爸的那具小短腿彻底崩塌。雷达奶爸还经常给林岩起外号，直接当着粉丝游客的面喊对方的黑称。丢熊脸的林岩甚至不敢直视，难怪一旁的奶妈都忍不住替宝贝出头。何胖子，吃饭呀！你看眼转。我袜子，我想看都看，你滚！你袜子你分哎。都知道帅妍妍因为长了张车座子脸，本来就郁郁寡欢，可奶爸却3番5次提起孩子的伤心事，把好歹气得都拍玻璃反抗。有人喊你车段子，你说你凶他没有？我就站在这里。对林岩来说，奶爸就是个移动音响，不管自己在干什么，都能听见雷达在一旁唠唠叨叨，即便自己睡得正香的，也得被对方反省。林岩，林岩，快点，林岩，回去吃饭。只能说在奶爸的魔音攻击下，哪只熊能不疯？而嘴上说着一碗水端平的奶爸，还经常当着林岩的面偏心隔壁的麦老六。宝贝一出门就察觉到不对，正在给麦麦加餐的雷达被逮个正着，还一个劲向孩子比划死活不承认。难怪这小子忍无可忍，开始反抗，不仅和雷达奶爸吵吵起来，还跑去其他饲养员面前打小报告。当林岩在外场玩得正开心时，雷达奶爸非要喊好带回家加餐，还在生闷气的他才不愿意理会，直接将大脑瓜塞进秋千里装听不见。奶爸面对充耳不闻的熊，直接被整到绝望。不演我，你别让我塞住，快点！听不见，听不见。最好笑的是，这小子装睡竟然忘记合眼，睁着大眼睛还一动不动的样子，都把雷达奶爸给逼疯了。只能说，身为栾川影帝的他对演技很自信，并且胖妍还把奶爸当成小弟使唤，直接往门口一坐，要求对方给自己按摩。别看此时的父子俩笑得开心，奶爸按摩结束后，林岩就翻脸不认人，不是拿着小木棍边哭边吃，就是去捞河里的冰块和枯草卖惨。原来把奶爸挂网上才是林岩的最终目的。也不知道雷达有没有后悔平日里的唠唠叨叨。看到谭棉花分开后，爷爷拼命靠近花花，才明白爷孙俩的感情不愧是天下第一好。当花花在外场营业时，老谭找到大孙女给他拍照，只见他恨不得冲到栏杆外和花花零距离接触。自从基地让爷孙俩减少近身接触后，谭爷爷总是在刻意疏远着花花，不再将果果喂到孩子嘴边，更不会像以前那般亲自下场喊孙女回家。事实上，爷爷也明白自己是时候该放手了，毕竟花花也是即将年满4岁的小熊，可他还是舍不得亲手养大的孩子。如今只能拉近镜头，才能更好的看清花花。满心满眼都是花花的谭爷爷，甚至还要操心宝贝有没有好好吃饭。要知道花花对食物很是挑剔，没有胃口不吃沾上青团的不要。爷爷以前还能盯着孙女干饭吃果果，正因如此，小家伙才长得圆滚滚。可现在从远处扔食物的投喂方式，让他担心花花找不到吃的饿肚子，以至于每次加餐都要在一旁唠叨，耐心指引着宝贝孙女寻找小苹果。
这边，来。而花花何尝不在想自己的爷爷呢？他甚至还学会了睹物思人，经常爬上爷孙俩从前上体育课的木架，抱着小木桩怀念爷爷的气味。即便进入梦乡，小家伙也要牢牢抱着。此时想爷爷想得睡着的花花，不免让人想起1年前守在小门口的他。那时爷孙俩还能近身接触，小家伙经常趴在石头上乖乖等待下班，心想只要我守在这儿，爷爷一开门就能看到我。只要谈爷爷请假没来上班的时候，花花就变得郁郁寡欢。平日里满院子折腾捣蛋的他，因为见不到爷爷，除了睡觉就是睡觉。小家伙没有安全感，还得躲在洞口。等到老谭回基地喊孙女的名字时，这小家伙眼睛瞬间亮了，还用委屈宝贝的小表情向爷爷诉苦：“你都不知道这几天我咋过的。”他还因为爷爷的回归直接换了一副面孔，一整天都表现得异常激动和活跃，不是在院子里疯狂打滚，就是一个劲拆树。而爷爷对花花的依赖则是逐渐养成。要知道，其他熊猫出外场都是一溜烟冲过来，可花宝鸡却一直是慢吞吞的性子。老谭只好在通道口拿着果果温柔地喊孩子：“花花，在哪里？过来，爷爷在哪里？快点。”花花的上下班之路每天都有爷爷的陪伴，爷孙俩怎么可能不依赖对方呢？从没想到饲养员和熊猫的感情也能令人泪目。国宝大熊猫究竟有多聪明？小熊精奇珍反手把奶妈关在门外。这天星辰兄弟不讲武德，合伙胖揍小七宝。奶妈看到后便从右边饲养员通道道出来劝架，完全没注意到被毛毛碎碎的奇珍给偷架了。奶妈听到游客的提示后，才发现这个老六干的好事，生怕奇珍把另一扇门也给关了，便直接冲了进去。不得不说，坑奶妈奇珍绝对是专业的。而在此之前，他已经把其他小熊都关了一遍。更离谱的是，奇珍不仅会关门，还会打开。这天，小熊们不断张望，呼喊奶妈下班开门，而奇珍的做法简单而又粗暴，直接扒上去试图开门。一旁的晨晨和奇宝早已见识过奇珍的赖海，两熊不仅主动上前当垫脚石，为了成功，还用小手死死抓住栏杆稳住身体。最终，奇珍不负众望打开了门，美滋滋下班。北洞三太子萌兰也同样聪明的不像话。洗澡前，他特意喊来木叔要毛巾擦头，直到对方答应下来，萌儿才屁颠颠跑去洗澡。只见萌兰撩起一碰水就开始搓洗脸蛋，爱干净的萌儿还不忘洗洗躲躲。随后，萌兰边玩水边在池子里泡澡，看样子萌儿洗得非常巴适。期间，木叔也把毛巾整齐地放到铁王座上。心满意足的萌兰一路小跑着回家，拿起毛巾放在头上，不停地擦拭，一整个就是小熊精本精，并且萌兰还不忘把湿乎乎的毛巾晾起来，不由得感叹萌儿真的不是熊皮下住个人吗？而萌兰的妹妹技校也是个小机灵鬼，她的越狱操作直接把奶爸们整傻眼了。一群人研究了半天都搞不懂技校是怎么上去的，于是奶爸一脸疑惑地调了当天监控视频，这才惊愕地发现这妮子竟然会徒手排年。最后奶爸搬来梯子，给了好几个果果才把技校弄下来。看来美兰家不养闲熊这句话果真没错。国宝中的土豪金拥有800个心眼子的妻子，在面对奶爸掉猫时直接用尽毕生所学。只见七仔先是虚晃一枪，假装摸摸耳朵，然后回手掏直接抓住奶爸的竹竿拽了下来。但在抢夺的过程中，胡萝卜掉在了七仔身后，于是他看着光秃秃的竹竿很是疑惑，然后扭头寻找，奈何胡萝卜卡在了视野盲区，七仔只能带着大大的疑惑等奶爸的下一波投喂。而同样在掉猫时展露800个心眼子的还有梅兰肉肉，面对美味的果果，肉姐转过头假装咬手手，饲养员被他的欲擒故纵骗过去，直接递到面前。那一瞬间，肉姐眼里闪过一丝金光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了果果。不得不说，只要有吃的，肉姐的智商蹭蹭往上窜。网友们还知道国宝的哪些名场面呢？直到看见福宝故意躲进角落引起爷爷注意，才明白小公主的内心有多脆弱敏感。这天江爷爷突然发现院子里没了福宝的身影，于是连忙飞奔出来寻找，可无论江爷爷怎么呼喊，福宝都没有回应。爷爷着急地翻遍了整个院子，最终才在被南川树挡得严严实实的角落里发现了一脸委屈的福宝。江爷爷本想伸手把福猪猪拉出来，谁料福宝直接扑过来，差点伤害到爷爷。他像闹脾气的孩子一样宣泄着不满。其实福宝并不是爸爸乐宝那样的乐天派，而是和妈妈爱宝一样内心敏感的脆弱。福宝从小被江宋爷爷亲手带大，非常依赖他，所以他真的很在乎爷爷们的关心和喜爱。江爷爷就曾说过他会疯狂搞破坏，逼爷爷们现身，但因为福宝要提前适应回国后生活，爷爷们总是躲在远远的地方默默关注孙女。如果福猪猪想要靠近的话，就只能转身离开。虽然福宝不知道爷爷们为什么不肯亲近自己，但聪明的他知道只要和爷爷保持距离才没问题。看到宋爷爷在和盛熙阿姨拍视频，福宝小心翼翼地伸出小手想要获取关注，看爷爷没理自己，他委屈地收回手，脸上的难过快要溢出来了。宋爷爷离开时，福宝也一直不舍得扭头看他。以前爷爷来送吃的，福宝总会奔到对方身边撒娇，如今江爷爷再来送竹子的时候，福宝就会趴在高高的树上默默看着，等到爷爷走后才下来心不在焉地吃竹子。但从小被爷爷们娇宠长大的福宝，很快就被孤单寂寞打败了。这天福宝闷闷不乐地趴在木架上，
接连好几个小时不吃不喝。正在休班的江爷爷听说后赶到福宝身边，福猪猪看到爷爷后直接生胖气扭过身去。江爷爷拿着福宝最爱的胡萝卜站在木桩上哄他，随后摸摸鼻子揉揉肚腩，耐心地安抚孙女。江爷爷哄了很久之后，福宝才主动吃起竹子，脸上还挂着肉眼可见的笑容。这一刻他又感受到了爷爷最浓烈的爱意。就这样，前2天还委屈巴巴的福宝，在江爷爷的安抚后又开始活力四射的营业，就像得到糖果的孩子一样开心。不敢想象福宝回国后会不会因为见不到爷爷们而变得刻板。好在江爷爷会陪着福宝一起适应新的环境，希望福宝未来熊生顺遂快乐，遇到像江宋爷爷一样好的饲养员。盘点饲养员坑大熊猫名场面。这天下班后，爱姐还赖在木头桩上玩，奶妈走过来想把鱼爱抱回家，谁料手触碰到熊孩子的那一瞬间，不知爱姐是被摸到了痒痒肉，还是受到惊吓，一个机灵直接来了个屁股墩，一脸懵逼的鱼爱扭头看向始作俑者，奶妈拘谨的站着，脸上带着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，表示报以嘶哈，随后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不得不说，饲养员坑起大熊猫来绝对是专业的。这天，新一正在乖乖等奶爸投喂笋笋，等待的过程中还不忘玩舌头逗姨姨们开心。看到奶爸使劲把榴弹泡笋抛了过来，新一便习惯性的低下头准备去捡，谁料竹笋丢人一声，直接砸在了新一大脑袋上，整只熊顿时感觉脑瓜子嗡嗡的。新一表示，律师来之前我不会和你说一句话，信不信我现在躺下你就有编制了。之后奶爸诚恳递道了歉，表示自己不是故意的。受害熊新一也大方的原谅了饲养员。而远在韩国的爱宝吃嘛嘛香，从不挑食。然而当他面对宋3岁做的奇葩鲫鱼饼时，爱宝光是闻到味道就很明显迟疑了，似乎在想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？可看着宋3岁殷切的目光，爱宝也只能试探性的轻轻咬了一口。结果整只熊瞬间定格，只有嘴角不停抽搐，表示想过会很难吃，但没想过这么难吃。最终为了顾及老爸的心意，艾女士含泪干了3大块。古有猴子捞月，现有熊猫抓光。养奶爸坑起蔓越莓来也同样心狠手辣。这天奶爸心血来潮告诉熊孩子，只要抓住手电筒光就奖励20个苹果。面对巨大的诱惑，蔓越莓毫不犹豫便答应。他信心满满的伸出手抓了好几次，却发现每次都会从指缝中溜走。蔓越莓一脸纳闷，杨奶爸则笑得十分放肆。而杨奶爸坑蔓越莓的名场面还远不止于此。这天奶爸陪熊孩子玩秋千，只见杨奶爸把秋千高高荡起，然后松手，蔓越莓转着圈晃来晃去，整只熊晕头转向。谁料杨奶爸还没玩过瘾，再次上手，蔓越莓半个身子趴在地上，直接来了个脸部按摩。对此，网友表示应该把奶爸的工资发给蔓越莓，毕竟这很明显是熊孩子在陪他玩，甚至有时还会上演自己坑自己。杨奶爸逗蔓越莓玩，不让他碰到自己。随后他站到木架上，熊孩子也一同爬上来，结果杨奶爸一使劲，木头直接断开，一人一熊整整齐齐摔了个屁股墩。虽然饲养员皮起来和国宝们不相上下，但他们平日照顾起熊猫来也非常尽职尽责，可见我们国内从不缺好的饲养员。